虎子，你这却又何苦？使君，没有字。搜他身上。程昭月这条疯狗到底许了你什么样的前程？族中内外9房361口啊，州县营田司，留内有品级的官118员，衙前虚吏更是不计其数，上千条人命啊！区几张纸就都给卖了，你还是个什么？纸是包不住火的。虎子，你太痴了！天下汹汹啊，这把火已经烧了近100年。岂是你这区的几张纸改变得了的？还是家里好，用不着我这个背懒鱼仗子去做什么劳什子的大英雄，去为民请命。二位兄长，冯令公、桑相公，他们心心念念上下正命而不能得的太平年景，我吴越都不用去争。如今就是太平年。哎呦，如今竟是太平年，小哥这是在说笑话吗？嗯，怎么说？吴越如今不太平吗？哎呀，整日里土里求活的人，逼着下了海，风里浪里，拿性命去搏生计。不肯下海的，要么是垫了人家的田，拼命伺候了一整年，也还落不下个保暖；要么是背了山岳社的袋子，利滚利，息上息，却不知道几辈子才能还得清啊！小哥却说是太平年，你这不是说笑吗？休得无礼！没事儿，坐下。1斤鲜鱼当2筹，1斤精米当2筹，1斤鱼干当1筹，细柴10斤当1筹，1斤虾蟹当2筹，1斤鲜鱼当2筹，1斤精米当2筹，1斤虾蟹当2筹，1斤鱼干当1筹，1斤鲜鱼当2筹，1斤虾蟹当2筹，细柴10斤当1筹，走吧。1斤鱼干当1筹，1斤鲜鱼当2筹，1斤精米当2筹。原来是西府来的官人，小人失礼了，官人莫怪。这是在接纳人犯？回官人的话，这是州里下来的铡子，捉拿从逆的贼人。咱们吴越国中也有从逆的贼人。官人有所不知啊，这是前些年在西府坏了事的戴太尉和孙太尉余党，说是不知如何隐匿在了海油镇营田司那边做了主簿。幸好啊，有咱们宁海县的高明府明察秋毫，这才揭穿了身份，连夜逃亡了。如今这县里、州里都下了严令，务必要将他捉拿归案，明正典刑。让开！劳烦了。
这个。到底发生何事？据本县民府和本州太守所言，我这位学兄是牵扯进了代太尉和三郎君的逆案。一派胡言！几年前的案子，若是真的牵连其中，何苦拖到今日的？身为应天寺主簿，久秉入流，却生遭州县、应天寺联手追杀，甚至性命不保。吴越不是中原，何以竟敢如此丧心病狂？因为此物，这是舅父纳凉的直系。是。重点在此处。开运4年9月辛卯。9月。可现下是6月啊。纳凉也不过开始了10几日而已，应该落下6月的脚气，可这上面却是9月辛卯。9月辛卯是每岁秋赋征纳的最后期限。这张直契在民间和衙前有个响亮的称号，唤作“先征后粮”。先征后粮，以两税法，秋赋纳粮，先粮后征啊。可是他方才说的是先征后粮。是啊，这样的直契，若在12州家家户户都有一张，那吴越之地，便与年初之汴梁也相去不远了。郎君说得对，所谓先征后粮，乃亡国之政。宁海县令高旭前来侍奉九郎君水秋公。下马，退后。本官乃宁海令。这位兄弟，如何称呼？军务在身，你不当问，我不当言。是本官来到孟浪，劳烦兄弟通禀则个。诺。让你的人扔了器械，蹲马路两边去。去年夏秋2季，明州、台州、温州3州连遭4场风灾，大王颁下明教，受灾3州减免2岁2赋。所以，就是说，原本今年本不该纳粮，也不该有这些直契。可惜啊，若是陈主簿还活着，这些直契就是州县官吏和地方豪强上下勾连、内外沆瀣、忤逆上旨、欺虐申民、贪渎聚敛的铁证。可惜他死了。死了会怎样？人死了，那这些直契就成了孤证了。如今市设一个知州，一个营田使，一个县令，就光凭这些，是万万不能够拿人问罪的。这位陈主簿，怕是没想过能够即刻拿人问罪，总是要将东西送到王都，交由相府看问处置。陈兴临死之际，只点了程昭月的名字，那就明摆着，他是信不过中书诸公啊。一旦揭开盖子，怕是要朝野震动。陈昭月一介商贾，在地方上没有根基，反倒是信得过的。若我是这位陈主簿，我也会这么想。水秋公是国中重臣，可以直奏大王，奉教提调此案。这个案子今日问不出，在王都打个来回，拖延个3、5日，怕是什么也问不出了。
区这些直系，就有人敢将一个营田司的主簿枪杀于县轩门口，足以见得他们亦是图穷匕现、急了眼之人呐。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有这么3、5世的缓冲，再有什么样的首尾，也都被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了。怕是到时候，什么也都查不出来了。水丘公的意思是，若今日去查，便能查得出来。今日去查，与神明一样。就凭这区几张直系啊，干涉地方内政，名不正言不顺。你们以贺真旦使名义发出的文札，对他而言不过是废纸一张。不是死了一个营田司主簿吗？正经的朝廷命官啊，以这个查也不行吗？我问你，那你如何能够证明陈兴之死与周至的政务相干呢？况且，即便人家是要你去查，你又能够查出什么呢？人家还不让你去查，到时候你查不出实据，沈高等人反咬一口，平牌还落人口实。来日要是大王和相公们还想去查这个汉子，就没有机会了。你我获罪事小，只可惜了那陈主簿送了一条命，撕开了这种。那高旭还在外面候着？在。我们带来200人，留下100，护住学宫，另点齐1督兵马，由你一提提调，随我去城里转上一圈。敢问郎君，此时进城，所为何事啊？逛街。事机紧急，其他的也顾不上了。水丘公、三哥，劳烦你们且在此处安心饮茶，管他有事没有，先抄了高旭的县衙再说。我陪你去。没有实据，就去查抄一个县衙署，形同作反谋逆。就算是大王的亲弟弟，也不可饶恕。九郎，不要为难自家，也不要为难大王。在宁海县衙做反，总不至于比在崇元殿上做反还难吧？九郎，你想好了吗？当然，水丘公是国之重臣，不能胡来。于丈子，无法。下官宁海令参见。哪来的阿扎泼皮？宗亲女眷面前也敢冒渎无礼？九郎君，下官宁海令。还不与我拿下！九郎君，将这厮捆了。他看了我家命妇娘子，把他的眼珠子还出来。我自己来。郎君，此人无礼教训您便是，若是伤及性命，回去皇都是要罚贵奉仙堂的。我家娘子刀都抽出来了，没听说过修刀难入鞘吗？郎君所言极是，但是郎君与娘子游宁海，岂能被此等小人扰了兴致？拖走！这。认得我吗？认得就好，认得就应该知道，
你们没有机会了。今日之后，台州跟宁海便与你无关了。随我回到黄龙岛上，是生是死，都由得你自家选。我给你1个时辰，若是想明白了，便给你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前后左右围住，不要让跑了任何一人。尔等何人，竟敢擅闯宁海县署？放肆！此乃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检校司空镇海镇东节度衙内兵马都指挥使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九郎君在此，尔等宁海上下官佐辽众，还不速速出营？这下官宁海县城秦贺拜上大将军。这下官未得州中牒文，不知大将军驾抵宁海，有失迎驾，还望大将军恕罪呀。大将军有谕，不知者不罪。秦县城免礼。谢大将军。还不速迎大将军入衙？请大将军。哪里来的大将军？太守。某只闻王都九郎君蒙大王教命，检校司空，提点指挥两军衙内兵马，却并未听得什么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阁下便是九郎君？你这话有意思，难不成你才是九郎君？纵使阁下真的是九郎君，没有大王的教命手札，便不得在此喧哗，搅扰县署，干涉地方政务，这等事体干犯国法。这些人异于行刺，还不与我拿下！高旭好歹也是功臣子弟，诸事尚且不明，此时为难他，没有意义。无妨。九郎既然拿了他，此事就万难善了。索性吓一吓他，说不定啊，还缺收获。将军，全在这儿了。你那边如何？找得到吗？张罗蝴蝶都做得很平，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那怎么办？天亮无事，便问醒日。秦贺，下官在。今年以来，县署所至行策何在？这是这2个月的吗？是。此案人犯，现下何处？
此人敢犯此人敢犯的是逆案，这目下人自假号监房在押。我今日来，正为此人。你是沈爷？你是九郎君吧？你见过我三哥？今日在此的，若是西安侯，当是台州人之福。旁人提起他，不是孙逆，便是孙树人，客气一点的直呼其名孙本。倒是你，还记得他昔日爵位？郎君如何称呼他？他是我三哥。如今还是？有些事万古不易。郎君能有此心，足称至诚君子。方才沈君说，若西安侯在此，当是台州人之福，此言何意？郎君今日为何而来？先征后粮，填土兼并。看来郎君知道的不少。既知道，有何打算？这宁海县的账册和户贴平准相宜，看不出毛病啊。郎君看得懂户贴和账册？我当然能看懂，我只是看不破。看破其实不难。郎君看不破，是平日不离实务之故。那还请沈君提点一二。大王明教，捐免台州5县2年的粮赋，明面上谁也不敢违误教命，提前收上来的秋赋，自然也不敢入到明账上。然则，官府征赋，总要有直契为凭。直契有啊，但不多，有个10-20张，要拿来做凭据，远远不够。总是要访遍民间，挨家挨户的去问去收。台州有5个县，得收到1000户以上，才好在朝堂上说话。眼下若是去民间收缴直契，怕是连1张都很难收。郎君能收到10几张，已是不易。这是为何？直契自然是有的，没有盖了官府大印的直契为凭，谁还肯纳粮？只是眼下这直契早已不在纳粮的民户手里了。不在民户，被官府收缴了？强行征缴，立时会逼起民乱，他们可没那么准。郎君可否查验过县属存证的代契？代契？民间袋子虽多为两厢情愿，与官府无干。然则若涉及田契相押，那些放贷的大户总要到官府具结民契，以为凭证。去找那个姓秦的县长，让他去拿入夏3个月以来的代契来看。来，搞。这里也没有以直契为押物的文字啊。这等落下实据的文字，自然不能有。这要认真的查起来，得多少颗脑袋落地。郎君且看仔细，这些代契中的请贷人，多为世居宁海的民户和农人，关键在这放贷人。镇东军台州营田使，他们带出去的是军屯的军粮。
障眼法而已，军屯存粮事关国际，没人敢动。这营田司只是做保的充人，放贷的粮食根本就不过营田司的账，营田司的账面上也查不出来。外州的大户到各县去放贷子，民户会忧虑有谋取田土之虞，自然不肯轻信。可若从中出面拒民的是营田司，那些本地的民户便放心多了。那个丢了性命的陈兴，便是营田司主簿。营田司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层而已。便以我家为例，无心省事，纵是大族，毕竟根基不在宁海。连州跨郡的到本地来放贷子兼并田土，又如何能指使得了他杜浩出面？台州营田使杜浩。杜浩乃三朝元老胡令公的内弟。依崔博士白日所见，高旭是功臣子弟，沈从约是地方豪族，杜浩是胡令公内弟。宣贵、豪强、袁荣，这块石头扔下去，掀起的是滔天巨浪。州县官府下去催缴本该捐免的钱粮，秋粮未收，民户无粮可纳，营田司便出面放贷子。只要以田契和纳粮后官府签发的直契作为押物，便可从营田司贷出粮食缴纳秋赋，本地的民户便可度过这最艰难的夏岁。其实营田司也只是个门面，作为押物的田契和直契，转手就到了真正放贷的勋贵豪门士族手里。至于官府收上来的秋赋，其实也并不入账，3成归州县各级官长虚吏分润，3成归营田司军屯粮库以计军功，剩下的4成则返还给那些豪门士族。如此一来，州县官吏得了实惠，营田司得了军功。至于国中的那些豪门士族，他们以6成的本钱赚取了翻倍的利钱，而那些请了贷子的，至少有1/3来年还不上利钱，要么借新账还旧账，要么便失去了作为押物的田土。可我吴越国怎么办？民户背了债子，甚或失去田土，那不就断了本该入库的税赋吗？郎君想明白了。那些直契到了放贷人手上，怕是拿不回来了吧？台州5个县，营田司、豪门士族，他们如同一张大网，这等掉脑袋的勾当，若是没有相互牵扯羁绊，这张网它织得起来吗？